Hello， 各位兄弟好！这支影片我想要给大家价值$300的免费新干货。如果可以的话，记得把影片从头看到尾，你将会得到让你人生变得超级棒的策略。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我最近想出来的非常反直接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在人生里面加入冒险这个元素，反而能让我们男人更有幸福感。一般上我们的直觉会告诉我们，冒险等于危险。那既然危险，怎么可能带来快乐或幸福呢？但兄弟，事实正好相反，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安全稳定不出事，那是什么呢？那是你能在生活中活出挑战和张力，你可以得到你内心相对的幸福和快乐。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战争，这个战争是属于我们自己和自己一辈子的较量。心理学家尼基海斯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心理定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被过去的经验框住，按部就班，结果越活越保守，最后掉进舒适圈的陷阱，日复一日过得无聊，没有方向，没有选择，需要对很多事情去妥协，然后需要把很多不想做的事情，因为没有这个选择权，被别人加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少了冒险，少了扩大舒适圈，你表面上看起来很安全，但内心越来越空虚，以及越来越被动。那我也看见很多人因为胆小懦弱，害怕改变自己，因此生活就会变成那些重要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比方去谈恋爱、认识女生，或者是去换工作，还是让自己的思维去提升。多数男人在今天因为懒惰，因为这个温水煮青蛙，在这个环境里面舒服一下、舒适一下，慢慢的就活在这个小小的舒适圈里面，没有动力去做那些重要又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无限的去拖延那些可以带给他生命能量的事情。所以多数男人的问题不是 IQ 不够高，也不是家庭背景不够好，也不是长得不够帅，而是被自己、被环境给温水煮青蛙。一开始你可能只是想休息一下、舒适一下，最后就会发现到自己有3块肌肉越来越小。第一块肌肉就是身体肌肉，第二块肌肉就是勇气的肌肉。对于大多数有难度的事情，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害怕，因为你已经没有了胆量，没有了勇气。那是因为长期在舒适圈里面，你的勇气肌肉就会慢慢的萎缩。第3个越来越小的肌肉就是思维方面的肌肉。因为第一，缺乏学习新知识；第二，缺少认识高段位的人。所以一个人的认知长期没有突破的话，他的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思考、决策、逻辑思维的能力也会慢慢的退化。一个男人没有真正经历过磨练，没有吃过真正的苦，没有刻意的去练习，每件事情很可能就是因为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最后这个能量就内缩，一直躲在安逸的角落里面，只剩下别人怎么看我，别人会不会笑我，太多的脑内剧场、焦虑、内耗、自我怀疑，因此就越活越不快乐。成功它不是天分，而是一种训练出来的状态。我知道在看这部影片的大多数兄弟们，你们想要的就是成功的人生，有漂亮的另外一半，有丰富的财富。这个成功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身份，也不是一个标签，它是一种内在富足的心理状态。而你要达到这样的状态，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想要突破现状，你需要有3个关键元素。第一个就是刻意练习，每天逼自己跨出一点点不舒服，去精进你需要刻意练习的部分，包括社交、表达，还有提升勇气、提升思考能力，都离不开刻意练习。第二个就是投资自己。现在的男人对于投资自己这件事情，大多数都是投资在短期低级的娱乐当中，想要的多数是及时满足、廉价多巴胺，这不是投资自己，这个是荒废自己。真正投资自己是来自于学会管理自己的能量，比方说接触一些能量更高的人，去学习东西，或者把自己摆放在一个高能量的场域当中，比方说是一个有竞争力、充满野性男人的一个团体里面，或者去夜店感受一下高能量氛围，还是透过跟女人交流、谈恋爱，得到一种能量的转换。记得这个时代我们要投资自己，应该是找到那些对你长期有价值、有好处的事情去做，去专注在几个重要的项目，而不是无止境的追求非常多的资讯。而那些资讯你没有过滤的话，多数时候它是对你有害无益、浪费时间的。第3个就是冒险精神。
从心理层面打破惯性，重建行动力，也是这集影片我想要跟大家深入拆解的。兄弟们，你不需要去做什么飞行走壁的极限运动，你也不需要去开飞机才叫做冒险，但你一定要把主动挑战当成你的生活方式。现在男人能够做的冒险项目真的非常多，那我这边就列出8个非常可行的跳脱舒适圈可以去做的事情给你。这个难度不会太高，也不会太简单，它是适当的，刚刚好的，也适合每一个人的。第一个就是主动搭讪陌生人，不管在街头还是聚会，练习沟通，承受被拒绝的感觉。我敢跟你保证，在你未来你的生命当中，大多数出现的美女，很可能是你需要透过搭讪去认识的。第二个就是跨圈交友，去加入新的社团，认识不同背景的人。第三个就是公开演讲，练习在大众面前表达你自己的观点。第四个就是创业或者找到副业，把脑袋里的想法变成真正的产品或者服务，去给其他人带来帮助和价值，你也可以创造收入。第五个就是职涯转换，从安全的工作跳到更有挑战但回报更高的领域。第六个就是挑战语言，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旅游，用外语跟当地人交流，这会让你的大脑有点大爆炸，但是成长得更快，你会有更多的灵感。第七个就是去陌生的国度生活，把自己丢到文化差异极大的地方，可能生活1个月或者2个月，你会找到全新的自己，你也能够体验到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个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极大的帮助的。那过去我选择情感教练这个职业，我就因此有这个更多的自由时间和空间，让我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相当长期的这样子的去居住、去体验。这个是我的一手体验，我可以跟各位讲，这样子的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其实时时刻刻都是充满了这种冒险以及新鲜感，它是可以给我们带来相当多的刺激，还有灵感，可以找到对于自己人生中你想要的内在的那一块，你的野性、你的狂野的那一面，很可能就是会借着你在异国他乡或者你在陌生的环境，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去努力，或者一个人去打猎，在这过程中得到。第8个就是挑战信念，我们要敢于质疑自己现在拥有的世界观，我们要勇敢的去质疑自己现在相信的这一切，我们要用自己的求知欲、好奇心去探索哲学、宗教，甚至存在主义。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头脑会自己跟自己辩论，那你就会磨练出一个超强的一种逻辑思维、思考能力，它是你这一辈子最好的资本之一。那以上是我暂时可以想到的这8个项目，我跟你分享。你如果可以去做的话，你尽可能去做。我相信在几个月之后，你就会有前所未有的升级，你也会得到一个强者具有野性的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是男性能量的核心燃料。从演化心理学来看，男人的本能是用来探索、征服、拓展疆域的。男人的能量绝对是扩大舒适圈，外扩自己的能量，散发出自己的光芒。拥有那个能量的时候，这个世界不管是女人还是财富，自然而然就会向你靠拢。但当你停止对自己的人生探索冒险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会开始向内萎缩，变成一种焦虑很多、怀疑很多、依赖他人认可、活在无限拖延之中的摆烂人生。而且你注意听，以上8个项目其实成本没有很重，甚至不用花费非常大的金钱，而且风险也不是非常的高。它仅仅是在于做好规划、做好准备，甚至连准备都不用做，你就可以上街去认识女生了。只要你能够开始冒险，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你就会感受到，你的能量找到了，它就在那边。你是高能量、正能量的，你是有阳性能量的，而且这样的能量可以启发着你，带着你去做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包括唤醒你小时候的梦想，你想成为的那一个英雄人物。你小时候的理想很可能在长大之后，因为现实慢慢抹平、慢慢消失，但是你也有可能透过冒险找回到小时候你的初衷，你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一切最后它会回到一个东西叫做 S， 这个 S 就是 Start 就是开始，愿意行动，敢于突破舒适圈，就会变成一个有力量、创造影响力的男人。有影响力的男人才可以得到女人，因为女人是需要被男人给带领的，
而男人带领女人的过程中，其实就是男人点燃自己生命火花的其中一种方式。大家要知道，冒险其实它不只是一种行为，它是一种男人的人格核心。冒险精神其实是一种内在状态，一种人格的核心结构，它决定了你的人生格局，你的自信建立速度，你在人际互动中的吸引力，以及你面对世界的精神强度，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内在稳定程度。当你拥有一个扩大舒适圈、愿意冒险的精神，你就会敢于选择不同的方式，敢于说真话，敢于走自己想走的路。你会吸引到同样有能量的人，创造出更大的机会，而不是每天在那边怕失败、怕被拒绝、怕单身怕有女朋友麻烦、怕别人怎么想等等的自我内耗。所以说到这边，各位兄弟，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不是在训练强者，也不是在鼓励我们扩大舒适圈去冒险。相反，现在的社会过去几十年都不断的在驯化男人。家人告诉你要乖，不要贪玩；文化告诉你要听话，不要冒险；宗教甚至要你唯命是从，遵守规矩，不要打破规矩。结果呢，很多男人被责任、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忘了自己天生带着战斗的血性，还有冒险的渴望。我们要了解到一个人生的真相，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随机的事件，而是一场针对我们心灵的长期战争。我们活着是有意义的，而这个意义它不会随机的出现，它需要你采取行动去找到，它需要你通过战斗，通过打败杀死昨天的自己找到。台湾著名的作家九把刀曾经说过一句相当屌的话，就是人生就是不停的战斗，而敌人最害怕的正是你敢成为你真正被设计成要成为的那个人，那个人叫做男人。社会其实相当害怕你成为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么说到这边，各位兄弟会不会好奇，为什么社会害怕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呢？第一是因为历史还有秩序的恐惧，人类过去的社会一直处于这个战争当中，就是因为男人的血气方刚、攻击性权力斗争所导致的。所以在近百年来，社会就有意为之的靠压抑男人的野性来维持秩序。至于一个敢冒险、敢挑战权威的男人，可能是守护者，也可能是破坏者。所以宗教也好，教育、媒体、政府都塑造出那种乖巧、温顺、可控的男人。这样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管理者、统治者更好的管理大家。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女性的安全感还有社会的期望。一个有进攻性的男人往往被解读为暴力或者危险的男人。那现代社会更强调女性的安全、女性的权利，还有照顾女性和弱势群体。这些看似非常好、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压抑任何强烈的男性行为。那任何那种带有强烈的属于男子才会有的男性行为，比方说勇敢发言，或者敢于挑战别人、吵架骂人或者是挑战权威，或者是对女生稍微有一点点越界，它就有可能迅速被贴上有毒有威胁的标签。但真正的进攻性有时候就是一线之间，男人拿捏的不好，很可能就会触犯法律。那男人如果不敢去挑战那一条线，他很可能就会规规矩矩，或者离那条线远远的。但真正的进攻性不一定是伤害，而是敢于突破、敢于承担。那我这边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想要挑战那条线，又不触犯法律，你又要让自己有野性的话，最好的练习方式就是去夜店搭讪女生，因为在夜店那个尺度会稍微宽松一些，然后女生也会相对于比较友善和大方。那你就可以在夜店的场域里面去施展出你的野性和身为男人的进攻性。你要得到女人，你就要勇敢，甚至要跟对手争抢。所以收敛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把破坏性的进攻和男人建设性的进攻混为一谈，结果连健康的男性力量也被压下去了。第三个原因就是文化和心理的投射。现在文化要你做消费型男人，所谓消费型男人就是乖乖上班、买单、安静就好，努力工作，像牛一样。这个就是牛马韭菜精神。但一旦一个男人真正的觉醒，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就得到一种所谓男性进攻性的觉醒。这种男性进攻性的觉醒就是敢于为自己争取，敢于创造，敢于争夺资源。那你就能够勇敢的对抗很多规则规矩，
甚至很多男人很怕这种对抗的力量，因为他认为这个对抗叛逆就是对于团体的不忠，就是对于团体的不和谐的制造，会认为自己成为一个团体不和谐的老鼠屎，破坏和谐的制造者。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潜在可能性，就是很多男人他害怕对抗，是因为本身就没有责任感，本身就没有竞争意识，以及害怕风险，因为从小到大都被圈养在一个舒适安全区域范围内，他怎么会有对抗的力量呢？第四个就是真正的真相，社会需要但又害怕具有进攻性的男人。因为矛盾的是，社会需要真正能够推动历史、带来创新、守护国家和家庭的男人，而这样的男人往往他是需要从政的，往往他需要在商界里面出头，他需要成为一个非常有领导特质、非常有担当的那个男人。所以你会看见年轻人越来越多是对政治冷感，对于商业、对于做生意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要的只是能够活过今天，舒服的躺平人生。这样的狗安心理怎么会有斗志要成为这个商界或者是政界的人物呢？那我们不要说自己这么伟大吧，我们不要说自己能够成为商界大佬或者是政治人物，我们退一步来说，我们只需要能够为自己的人生敢于进取、敢于争取、敢于进攻，那很可能你就会找到属于你的男性能量。我们也可以借鉴成功男人做事的态度是这样的。通常在商界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企业家勇敢冒险，他的生意、他的公司、他的产业才会升级。那身为一个父亲，他要敢于承担责任，家庭才有方向和和谐。身为一个公民，要勇敢站出来对抗这个统治者的不公，社会才会有自由。所以在以上各种各样的条件下，我们会看见的社会最终出来的不是男子汉，而是那一种有力量但是被驯化成唯唯诺诺的男人。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小结论，就是冒险才是幸福的动力。哲学家尼采、沙特都强调过，意义往往诞生于对困难的承担。说白了，你如果一直窝在舒适圈，结果只会越来越无聊，越来越空虚。真正的幸福不是安全无事，而是勇于挑战未知。比方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个全新的技能给你带来的挑战，甚至是一段你完全没把握的感情。所以说到底 S 开始。那如果单身的你，最好的突破方式就是开始去认识女生。想问一下各位一个问题，兄弟，你知道男人最快找回生命力的方式是什么吗？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谈恋爱。因为谈恋爱的那一刻，你就会感受到心跳加速、热血沸腾，感受到我真的还活着啊！尤其是和一个你真正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所有的感官都会即刻被打开。而且最有趣的是，一个能得到恋爱机会的男人，往往是因为他敢把自己放在一个可能搞砸的位置。只有你冒了风险，才有可能赢得那个女人。那瓦尔说过，当你不再害怕失败，失败就会变成学习的燃料。身为男人，我们不应该害怕被女人拒绝，也不该担心谈恋爱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因为冒险本来就伴随着风险。但正是这些风险，让你真正活着。不管是事业有成，还是得到恋爱关系，其实都是相当甜美的果实。但是要得到这些甜美的果实的前提，就是你肯冒这个险。兄弟们，幸福不是待在安全区里，而是敢于扩大你的安全区，敢于去舒适边界去冒险。真正的冒险会给你带来3种力量。第一种就是对失败的韧性，失败只是学习的一部分。当你不再把失败看成自我价值的否定，你就敢于冒险，敢于爱，敢于尝试。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迭代的机会。高手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能在快速试错、反思、调整当中循环不断的去升级他的实力。就像把妹一样，最厉害的搭讪高手可能成功的100次，但是往往他的背后已经失败超过300次。对于我来说，失败不是失去价值，而是失败就是最好的投资，它是通往价值的筹码。那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说过，焦虑是自由的眩晕，焦虑不是敌人，它是你正在靠近未知边界的讯号。心理学的伸展区理论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发生在舒适圈和恐慌区之间。所以当你感到紧张或焦虑，别急着逃避，告诉自己这不是危险，而是证明你正往自由的方向迈进。就像我这几年来，每一次把课程重新设计、升级、
都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尤其在搭上文化被污名化的今天，我更要帮助学生找到最有效、成功认识女生的方式。这些焦虑，不管是我面对的焦虑，还是学员上去搭讪女生他们所承受的焦虑感，其实正是我们得到自由的代价。所以，能承受焦虑的人才配得上自由。第三个就是战士的角色，真正的战士不是破坏者，而是守护者。就像古希腊的斯巴达战士一样，他们被训练的核心不是侵略，而是守护家园还有荣耀。我们人能够承受的一切痛苦，只要知道为了什么而战，你就能够承受那个痛苦。现在男人的战场和古时候不一样，我们不再是拿刀刃去杀敌，而是在事业里承担责任，在家庭里保护所爱，在内心当中对抗我们的软弱还有黑暗。战士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他爱战斗，而是因为他有值得守护的东西。那么兄弟，最后我想留给你3个问题：你是不是困在自己的舒适圈太久，每天过得安逸却无聊，心里空空的？第二个就是你的心灵战争到底是什么？是自我怀疑，是害怕失败，还是被社会的枷锁压得动荡不得呢？而敌人最害怕的就是你敢成为那个真正被设计成为你要成为的自己。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男人，就是你。这句话我在这支影片已经说了第2次了。记住，身为男人的幸福绝对不是在安全区里，也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出错。幸福是当你敢踏上冒险，为一个值得的东西去战斗，因为你的生命从来不是随机的事件。记得，它是一场针对你心灵成长的长期战争。所以问题是，你准备好打这场战了吗？好，今天的影片其实细细品味的话，你会有所启发。我也相信你能够从中找到一些的方向和答案。那如果喜欢我这个频道的影片的话，记得可以订阅，同时也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订阅，因为里头有非常多的自我成长的干货，还有属于我们男人精神能量方面去提升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的野性，还有提升我们的吸引力和魅力的非常多的精彩的干货都在里面。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一期影片见啦，拜拜。我们的 YouTube 会员订阅正式开放啦！现在加入野人计划，早鸟价不到1杯美式的成本，就能掌握成为一个高格局、有魅力、有能量的男人。